其实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可是他长得又一副这种，所以我猜他的膀胱癌应该是他觉得，如果内在的一个很感性的、很女性的那种东西，如果出来的话，他会觉得很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我内心有一个很温柔的自己，但是我表面上其实对外就是装着很坚强、很酷的样子。你说有些男人，他同时又渴望母爱，渴望太太的温柔，他同时又觉得女性很可恶，那就会形成一种什么冲突，致命的冲突。我又想得到母爱，对，同时我又恨女性，因为我4岁就没有妈妈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抛弃我？那我觉得他这个东西没有处理，投射到他跟太太之间。对，他很强势啊，所以我在他面前就是比较不敢去跟他争。那个在争吵的时候，我就会先退了，尤其是吵得很厉害的时候，我自己就会开始那个委曲求全的概念就又出来。所以我猜某部分的你，也许想用男性的尊严把太太吃掉。可是结果你被他的母性能量被吃掉。我先建议一个部分哈，你去靠近他，不要逃避，用被他吃掉来把他吃掉。你一直希望他对你100%顺。对对对。来，我先问各位女性，你们可能去爱一个人，爱到都没有自我，都没有自己的意见吗？因为你没有知道，有时候女生呛你，女生跟你意见不一样，不代表她不爱你。反而有时候是因为她这么爱你，但是她也很怕自己失去自我，因为她梦幻中的爱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意见不同啦，才叫做爱啦。可是那是一个幼稚的小朋友所期待的父母亲对他的那个爱，所以你没有走过那个阶段，他当然是很爱，而且绝对是不想跟他离婚的。好，但是因为他什么都会放在心里，爱不是意见一致，爱是能够包容彼此的不同。志萌，搞不好你这一点今天想通了，你的膀胱癌就好了。后来才知道，说我对我的那个一个身份的认同有很大的一个自卑感。我对原住民的身份是不认同，但是我对我外省的那个身份又是骄傲。可是我身上的优点全部都是原住民的优点。这个是我跟许医师咨商过后一个最大的觉察。而且我猜他敏感到，如果我敏感到我所说出来的，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我就不说了。对，是不是？对，是不是？有了掉啊不？有了掉啊 ？Bingo！ 你不要期待你说出来的话别人都认同，你要期待就算他不认同，我也要说出来。这才是对的啦。很多人说啊，我说就没有用，说也没有用。各位，你说对你自己有用，对方就算不听，你都要说。说不是为了让对方认同你，说是为了表达我自己，信不信？因为他是一个很敏感的男性啦，对，敏感。他期待一个女性是完全无条件的包容啦。对，但是，现在查某你看嘛，在这嘛查某一个比一个较恐怖啦。他一定有意见，但是他有意见不代表他不爱你。对啊，我妈很爱我哦，可是我说什么，我妈你这不对，你这不健康啦。真的啦，啊，我若是你，我们40摆啊。其实刚讲我们赛斯讲堂盖好之后，可能未来这边每个月礼拜5的早上子涵礼拜5的早上可能都以后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公益讲座，然后从礼拜5礼拜5下午，那礼拜6早上跟下午可能就会有我们的工作坊工作坊在我们赛斯讲堂盖好之后，在座有没有男性的癌友？谁？哦，就你啊，志萌，我们叫志萌来，志萌，你对伊就好，伊查甫的，虽然伊做查甫体，但是伊是查甫，来，志萌，
所以我想男人应该很了解男人哦，因为志猛他也是做水电的，所以他同时又兼顾男人的那种传统框架、爱面子，可是同时他内在又慢慢心灵又慢慢打开，对不对？对，志猛，你觉得这样男性，你有什么感受？对，自我意识太强，对了，没有进去，对啦，不够感性。对，鼓掌。他就爱，讲白一点就爱面子，爱面子，然后这真的是我们社会男性的容易挡在外面。行宫不是啊，对，放软一点，多看一些影片会让你哭的，追剧也追剧，哭一哭就好了，心就暖下来了。好了，阿志猛讲自己。我是那个膀胱癌啊，我是106年底，发生的。2017啊，也6年了哈。也是6年了。6年。去年又再复发一次。哇。所以现在在北龙做那个免疫治疗。对。那当初得膀胱癌的话，也是心里会很震撼，一听就吓到，因为血尿去做膀胱镜检查，就发现1颗1.将近2公分的肿瘤，然后那时候就很害怕，然后去做治疗啊，然后，但是中间过2年之后，好像3年吧，有一次好像是类复发，就是照的时候里面也有不一样的颜色，然后做一下切片的时候就说。不是，但是已经动刀了。他说不是，被复发啦，就是误诊的概念啦。对，因为他说，不管好或坏，就先把它刮除掉。然后只是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找身心灵的东西了，然后 Google 之后也是许医师的公益演讲之后，就开始接触赛斯身心灵。长滨好像有一个赛事，哇！然后他叫我去那边，说台东比较近嘛，我就说好。后来我就有看到那个移动式读书会，在那个农扩中心，在长滨那边，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个礼拜就开车过去上课，就开始雕了呀，就一直然后跟着罗纳语音长，就学习，然后。语音长又说你要跟好许医师啊，然后我就开始去跟许医师，然后许医师又叫我说你要跟好罗娜啊，然后好，我们挖一下，我就为什么会得膀胱癌？为什么会吸引这个东西？这也是我先讲因为其实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可是他长得又一副这种，所以我猜他的膀胱癌应该是他觉得如果内在的一个。很感性的、很女性的那种东西，如果出来的话，他会觉得很不知道怎么办。好，所以我猜他内心应该是有一个自己是很阴柔的啦，很感性的，但是你没有让他出来。对，其实我内心有一个很温柔的自己，但是我表面上其实对外就是装着很坚强、很酷的样子。我常常就是以笑脸对人，或是面无表情这样子。其实就是那个喜怒哀乐比较不形于色啦。其实这个是我。是社会学习的，男性都是这样啊。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面具。我先讲个笑话。我那天有个个案，好像来看了我，然后说徐师，我有一件事很丢脸，我要跟你讲。我说什么事？他说，不知道结婚之后几年，有一天他半夜起来，发现他先生在穿女装。我就说这个还好啊，因为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好像是那个劳勃迪尼诺主演的，他也是有一个所谓的穿女叫做什么异装癖还是什么的。对不对？我觉得这很正常啊，因为各位你知道我们会有转世嘛？那假设我有一个转世的自己，他突然跑出来，他想试试看女装，为什么不可以？我们社会对于性别的框架太严重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志猛，你如果半夜起来换个女装，是不是会好一点？然后是不是涂个口红？是不是戴个长头发、长发披肩的长发？对不对？然后展现一下女性的风情，是不是会高跟鞋？你觉得怎样？挺不错的、啊。哎，鼓掌！你看，这就是学过的，这就是学过的，都要先答应。你觉得他怎么样？你觉得他怎么样？不错，对不对？哎，他点头了，给他鼓掌。你看，这个就会好，这就会好。好，来，志猛继续说。我这个膀胱癌，其实我自己也有探索了。但是我这样讲哈，来，你对女性有没有一种矛盾的心情？同时又喜欢女性，同时又比如说讨厌或憎恨。比如你对太太或对妈妈，你对女性有没有这样的形象？各位，比如说有些男人，他同时又渴望母爱，渴望太太的温柔，他同时又觉得女性很可恶，那就会形成一种什么冲突？致命的冲突。所以你对女性的 image 是什么？女性可能是又温柔又阴柔，可是女性搞不好又是很残忍、很无情。来，你说说看。对。为什么？为什么？像我在我老婆身上就得不到那个关爱呀、关爱我得不到啊，哎呀，然后小孩一出生，我们就已经开始分房睡了。然后就反正就是那时候又是自己在创业嘛，然后在外面有很大的挫折啊、痛苦、困难，就是晚上没有办法跟老婆讲，因为分房睡，所以通常都是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冬天冷也没人抱啊，对，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孤单跟寂寞。对，再加上我小时候就没有妈妈嘛，所以我在母性这一块是很缺乏的。所以我想讲，会不会他对女性特质又有一种期待，可是其实内心又有一种恨跟愤怒，因为小时候没有妈妈，被母亲遗弃的那个愤怒。对，有。好，所以我这样讲哈，其实会诠释你跟太太的关系。我会这样诠释，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跟任何外界的关系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所以会不会你跟自己内在的女性特质，就是我们说的女灵，灵魂的灵。好，女灵是我们全我属于你现在性别的另外一个性别的特质。那女灵也代表了志猛累生累世曾经转世过女性的那个能量，他跟他的女灵之间会不会有着致命的冲突？就是我又想要靠近女灵，我又觉得我的女灵会伤害我，所以好像看起来他很想得到一种异性的或太太的爱跟温柔，可是同时这个爱跟温柔会不会又让你觉得你会被淹没？你就变成不是一个男人了，你会被这个东西吃掉的概念。对啊，我现在就是之前就是被我老婆给吃掉了，她很强势啊，所以我在她面前就是比较不敢去跟她争，自己会在她前面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在争吵的时候，我就会先退了。你继续说。对，我就是会先退的那一种，尤其是吵得很厉害的时候，我自己就会开始那个委曲求全的概念就又出来，不敢争。你是怎么样被妈妈不在是什么？父母离婚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没有，妈妈其实她是那个精神官能症，所以呢，她以前有在治疗，有一次过年回家的时候，对，她自己拦了一台计程车就不见了，就失踪了。对，从那时候就失踪。那时候你几岁？我那时候才4岁。4岁，他妈妈有好像精神方面的状况，然后在他4岁的时候，妈妈就拦了一辆计程车，从此就失踪了。其实应该就已经不在了啦。所以我猜他可能潜意识对女性是恨的，恨。可是同时我又想得到母爱，对，同时我又恨女性，因为
我4岁就没有妈妈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抛弃我？那我觉得他这个东西没有处理，投射到他跟太太之间。对，你说又想得到太太爱，可是搞不好骨子里又是恨。对，这个要处理啦，这个要处理啦。来，再多说一点，怕被太太吞掉。对，所以我把我太太也有当母亲的角色，然后又有那个太太的角色，双重身份在。但是这2样，太太的身份她没有做到，对，但是母亲的部分又很强势，所以我很压抑我自己那个时候。所以我猜某部分的你，也许想用男性的尊严把太太吃掉，可是结果你被她的母性能量被吃掉。好，来，我先建议一个部分哈，你去靠近她，不要逃避，用被她吃掉来把她吃掉。来，懂我的比喻哈？用被她吃掉来把她吃掉。因为你现在是在对抗，等于说你在对抗太太，可是你又从小失去母爱，你失去母爱又是你最大的痛苦，所以你同时对抗太太，同时痛苦。对，现在很痛苦，就是这样。可是同时你又离不开。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去靠近你太太，你就让自己让她吃掉，吃掉之后再把它吃回来，就是有一点阴阳的一种，对了，有点那个阴阳融合的味道，我很难解释这个味道，因为你现在在跟那个东西对抗其实是两败俱伤，因为你也不相信太太是爱你的，你一直希望她对你100%顺，对，没错，但是就是没。你对女性的能量是希望太太100%顺。你不觉得他有意见，他不顺从你，代表他是不爱你的？你不知道这东西也是一种爱啦。那因为你缺乏母爱，你其实是渴望太太像母爱一样的完全包容，那他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自我，所以太太跟他在一起很痛苦。就是太太要觉得先生感觉到他的爱，就是他要没有自我，没有意见，他说什么都对就对了啦。他觉得先生才觉得这个叫做爱啦。其实太太根本是很爱他，但是你要我爱你爱到没有自我，我没有办法。所以志摩就觉得，你爱我，那你怎么可以有自我呢？我觉得是小4岁的那个你，他没有长大。因为4岁的小孩子，妈妈对他的爱，他是没有自我的。来，我先问各位女性，你们可能去爱一个人，爱到都没有自我，都没有自己的意见吗？因为你没有知道，有时候女生呛你，女生跟你意见不一样，不代表她不爱你。骂你就是爱你。反而有时候是因为她这么爱你，但是她也很怕自己失去自我。我没有自我，我怎么爱你？那她就会很梦幻的期待，你应该都没有意见啊，你应该什么都认同我啊，你只要有一地方不认同我，就表示你不爱我。阿猛，你实在很猛哦！就他跟太太聊天，太太只要一个意见跟他不一样啊，你不爱我，他不爱我，对，就他就不爱你了，然后你就一直受伤，一直受伤，一直受伤。可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根本是正常的，爱不是意见一致，爱是能够包容彼此的不同。志猛，搞不好你这一点今天想通了，你的膀胱癌就好了。你去问问大家，夫妻情侣再怎么爱，怎么会意见一致呢？我跟我太太天南地北呀，天南地北呀，爱不会是一样，爱不会是意见一致的。你说。你说这样也是我很自私吗？不是，你这个信念没有打开，因为他梦幻中的爱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意见不同啦，才叫做爱啦。
啊，我说什么你都是觉得对，那叫做爱啦。可是那是一个幼稚的小朋友所期待的父母亲对他的那个爱，所以你没有走过那个阶段，你没有走过那个阶段。来，你觉得呢？就你对爱的那个期待跟标准是太梦幻的啦，要求太高，也就是那个标准是奇怪的啦。完美的要。对，太太不可能没有意见。可是其实我跟他太太谈过，他太太是很爱他的，他太太是很爱，而且绝对是不想跟他离婚的。好，但是因为他什么都会放在心里，那太太个性就是有点像你这样，就比较会说出来，比较会表达出来的啦。对啊，他是什么都放在心里。对，我都压在心里。还有一个我必须要讲，就是那次我跟许医师咨商之后，我是后来才知道，说我对我的那个一个身份的认同有很大的一个自卑感。哦，一半原住民。对，我是一半原住民，一半山东人。我爸山东人，我妈妈是阿美族的。那我妈妈从4岁就离家了嘛，就不在了嘛。可是后来我发觉到，我对原住民的身份是不认同，但是我对我外省的那个身份又是骄傲。可是我身上的优点全部都是原住民的优点，所以我是很冲突矛盾的。对啦，对，因为我的运动细胞非常的好，也很会唱歌，全部都是来自原住民。可是我却对原住民这个身份很排斥。那鲁湾都咿呀那呀嘿咿呀嘿，那鲁哇那都咿呀那呀no嗨呀。这个是我跟许医师咨商过后一个最大的觉察，我内心有一个很大的冲突点在这边。但是许医师今天要破你很重要的执着，我猜你预设你所表达出来的一切，别人都要接纳跟认同。对。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连我都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而且我猜他敏感到，如果我敏感到我所说出来的，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我就不说了。对，是不是？对，是不是？有了掉啊无？有了掉啊？bingo。所以我来讲，伊就是龜毛，就是龜毛。所以我跟你讲，阿猛，你要开始记得。他叫邱志猛哈，阿猛，我跟你讲，你不要期待你说出来的话别人都认同，你要期待就算他不认同，我也要说出来，这才是对的啦。因为我认同我自己就够了，你认不认同我是另外一件事。各位，很多人说啊，我说就没有用，说也没有用。各位，你说对你自己有用，对方可能不听，可是对方就算不听，你都要说。因为说不是为了让对方认同你，说是为了表达我自己，是不是？阿猛，你现在懂我意思哈？就你就是得说，就算别人不认同，你还是要说。来，就像许医师，我当医生，我知道我说的很多东西，医学界会不认同，因为医学界还停留在过去，我是代表未来。那你不认同，我就不说吗？各位，所以我常听很多的癌友说啊，说也没有用啊，啊说他也不听啊，啊说他也不改呀。各位，说不是为了对方听，说也不是为了对方改，说是为了我就是想说，我就是想表达。所以不管太太同不同意，你就是要说，你就是要说。对。咱若是来台东，一家已经就看。你没唱歌，你没唱歌，你原住民呢？别动，我不会唱。那你会唱哪一首？不要啦。好了，因为他是一个很敏感的男性啦。对，敏感。他期待一个女性是完全无条件的包容啦。对，但是。现在查某你看嘛，在即马查某一个比一个较恐怖啦。好，所以你真的不要期待你说什么他会认同，不可能，他一定有意见。但是他有意见不代表他不爱你，有时候他就是需要一些过程。
吵出来也好，就像世美跟她老公吵了一辈子，有没有？对啊，她可能就一吞下去了。我跟你讲，你若一个眼神不对，我就无要讲啊。恁爸我就没跟人讲，我就吞落去啊，有无？他就是很敏感，他就是很敏感的孩子。然后因为4岁妈妈就不在，就更学会察言观色，就更敏感。对，他就期待一个完全接纳的爱，可是他不知道，没啦，没这个物件啦。我母啊，真爱我妈妈一点包容度都没有。对啊，我妈很爱我哦，可是我说什么，我妈你这不对啊，你这不健康啊。真的啦，啊，我乃是你，我们40摆啊。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刚刚讲，渴望那个母爱啦。从4岁之后，对于一个完全包容的母爱的一个想象啦。嗯，是啊。好了，大家有机会我们去台东支持他们，好不好？啊，有机会我们去台东支持阿猛的读书会，好不好？对，支持阿猛的读书会。你看这么多同学都愿意爱你，那你觉得他怎么样？又是他。好了，不行，他已经有了，他已经可以了。在一起。好了，我们谢谢阿猛。其实阿猛真的是一个很优质的男性啦，他内在这个柔的部分跟那种敏感的部分很强，但是他太太接不住，就他太太其实已经很尽力讨好他跟爱他，可是动辄得咎，就他太太好像怎么做都没收掉一类康啦。嘿啦，啊，殷太太其实已经很努力的，已经很尽力的，可是。有时候他会觉得啊，我说出来都不给感啊，